俗話說百菜不如白菜，今天用大白菜搭配豆腐分享一道好吃的下飯菜。歡迎來到煙火味廚房，我是阿光。首先準備一顆大白菜，根部切掉一小部分，菜幫很輕鬆的就掰下來啦。中間的菜心我們可以留着下次再吃。處理成視頻中這樣放在清水中。像這種大白菜看似非常的乾淨，其實表面難免有一些蟲卵或者是細菌，因為大白菜是一片葉子一片葉子包起來的，所以在清洗的时候我們要一片一片的清洗，尤其是菜帮的热菜凹凸不平，很容易藏有一些杂质或者是細菌。冬天是大白菜大量上市的季節，也是一年之中最好吃的时候，主要是价格也非常的便宜，我們這邊才0.2元一斤，不知道你們那邊賣多少錢一斤呢？把洗好的大白菜直接撈出來，接下來簡單的給下刀，把菜幫對半切開，然後再切成2公分左右的小塊。因為菜幫和菜葉的成熟度不一樣，全部切好放在大一点的盤中，最好是分開來放，這樣方便下一步的操作。接下來準備2塊豆腐，挑選豆腐我們要挑選這種嫩一點的豆腐，因為這種豆腐吃起來口感更加的細膩，唯一的缺點就是很容易碎。在處理的過程中，我們盡可能的不要用太大的力氣，全部切好放在盤中。接下來準備小塊回肉，有條件的也可以用五花肉，把回肉切成 0.5 厘米左右的小長條，然後再切成 0.5 厘米左右的小方塊。其實肉不肉都無所謂，我們要用回肉裡面的油脂來炒大白菜，這樣炒出來的大白菜吃着都有肉的香味。做這道菜我喜歡多放一些大蒜，準備幾粒去皮的大蒜，用刀拍一下，再剁成稍微細一點的蒜末，全部切好放在準備好的小碗中。一小塊去皮的老薑同樣切成薄片，然後再切成薑絲，最後全部切成稍微細一點的薑末，全部切好和蒜子放在一起。所有食材準備好，起鍋加入多一點的菜籽油，然後把豆腐一塊一塊的下在鍋中。分享一個小技巧，不管是煎魚還是煎豆腐，我們最好是用菜籽油，因為菜籽油煎出來顏色金黃，看起來會更加有食慾，而且菜籽油有一種特殊的香味。在煎制的過程中，我們要不停的放動鍋，大約煎2分鐘左右，我們就翻過來煎另外一面。這裡一定要小心點，不要用油沾到自己，最好用鍋鏟一塊一塊的翻過來，這樣不容易翻車。豆腐是我們餐桌上最常見的一道食材，其營養豐富，富含優質的植物蛋白，主要是價格也非常的實惠，花上2塊錢就可以炒上一大盤。煎豆腐我們一定要有耐心，整個過程大約在2到3分鐘左右，我們要不停地放動一下鍋，這樣可以使豆腐最大程度的受熱。哇，好香啊，整個廚房都是豆腐的鮮香味。煎制成视頻中這樣倒在漏勺裡面，控油備用。另起鍋不要放油，把切好的回肉丁倒在鍋中，開小火把回肉炒乾水分，炒出油脂。隨着溫度的升高，回肉慢慢的滲透出了很多的油脂。接下來把白菜梗直接倒在鍋中，快速的翻炒均勻。我們要提前把白菜梗炒乾水分，炒出香味。為什麼飯店裡面的素菜這麼好吃呢？其實飯店裡面都是用分油來炒素菜，這樣炒出來的素菜吃着都有肉的鮮香味。
炒制的時間也不需要太長，稍微的把白菜梗水分炒乾，炒制成視頻中這樣大約5成熟就可以了。把炒好的白菜梗放在砂鍋裡面，今天的白菜葉就不需要炒制了，直接放在砂鍋裡面。另起鍋，加入少許的食用油，油熱之後，把切好的薑蒜末直接倒在鍋中，喜歡吃辣一點的，加入一些乾辣椒，增加香辣味。沒有乾辣椒，也可以用小米椒來替代。開小火，把輔料炒出香辣味。接下來往鍋中加入1大碗的溫水，一般在飯店我們都是用高湯，加入1大勺的食鹽，1大勺的生抽醬油調味，加入1勺蠔油提鮮，最後加入小半勺的松茸鮮，加入少許的白糖，稍微攪動一下，使調味料完全化開。最後把煎制好的豆腐直接倒在鍋中。親愛的朋友們，視頻都看到這裡了，敬您發財的小鼠點個讚再走唄。您的每一個點讚留言都是我前進最大的動力，非常感謝您一直以來的支持和鼓勵。我們一定要把豆腐放在湯汁裡面，充分的吸收湯裡面的料汁。開大火大約煮1分鐘左右，使豆腐充分的入味。接下來把豆腐連湯汁一起倒在砂鍋裡面，稍微的整理一下，然後靠上鍋蓋，大約燜煮2分鐘左右，使豆腐和白菜充分的融合。時間差不多了，打開鍋蓋的一瞬間，整個廚房都是豆腐和白菜的鮮香味。豆腐顏色金黃，看着都特別的有食慾。加入蔥花或者是香菜點綴一下。這個時候的白菜和豆腐已經非常的入味了。像這樣寒冷的冬天，來上一鍋真的是暖身暖心又暖胃。不管是作為家常菜，還是用來招待客人，都是非常的有面子。這樣煮出的白菜脆嫩爽口。如果視頻對您的廚藝有那麼一點點幫助，就麻煩點讚、收藏、留言並轉發出去。我們下個視頻再見吧。